西元27，皇帝昏庸，天下大乱，大将军杨坚举兵谋逆，大周江山危在旦夕。大将军，你传太子周仓速来见我。不好了，杨大将军造反了！不好了，杨大将军造反了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的周仓他吃了10粒大力丸，而我们也被下了药，需要2个时辰才能恢复。周仓本就是一个被废的太子，整天纵情酒色，祸害梁家府，死了也是罪有应得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杨大将军率50万大军包围咱们王府，他要弑君谋逆！殿下，扫个地都扫不明白，废！来，公子尝尝我这个。公子再尝尝我这个。我全都要。公子，来找我呀！过来呀！我在这边。我重生了。殿下！哎呀！弑君谋逆，重生！我居然重生到一个霸州的太子身上！不能恼火，你居然没死！恭喜宿主解锁仇恨系统，从现在开始，宿主只需要累积到100仇恨值，就可获得一次轮盘抽奖的机会，奖品不限。另外，宿主的仇恨拉满1000，将有特殊奖励。仇恨值？什么鬼啊！殿下疯了！把解药给我，不然我杀了你！姐姐。也就是说，你俩是我夫人，我是你们老公。呸！谁是你夫人？你个畜生！我杀了你！门外是叛军，屋里是交际杀手，让我死一遍吗？老子还是处男呢！当年我父亲和项王励精图治，好不容易才筑成了大周，结果毁在了你这个废物身上。废物？我？不然呢？身为大周太子，为了花天酒地就放弃了皇帝之位，整天纵情酒色，放弃江山社稷，说你是废物，那都是抬举你了。废物，你再看，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警告！宿主需尽快收集仇恨值，否则系统将启动惩罚。啊！这横竖都是死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老子不但要看，还要仔细的看。哎呀，畜生，我饶不了你！我只是行使一个当老公的权利。再说了，我会对你们负责的。仇恨值到账，叶青衣仇恨值30，叶红衣仇恨值80。80？叶红衣这么恨我吗？原来今日是殿下大喜的日子呀，可喜可贺。哈，多谢。我一会儿还要办正事呢，有事儿改天聊啊。说哥，小兔崽子，大将军话还没说完，你着什么急？哎呀，太子殿下，昔日先皇在世，国泰民安，
如今呢，昏君当道，民不聊生。你作为昔日的主君，是不是应该为天下百姓做点啊？比如呢？推翻昏君，另立新皇。你让我造反？殿下，你的二弟皇上已经下旨将你贬为庶民，发配东疆。另外，你床上的这2个大美人，明天也将进宫侍寝，你忍得了吗？除了造反，有没有第二选项？来自杨戬的仇恨值10点。有。刀下留人！周仓，你本事太大，却生来纨绔，只会花天酒地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动手！别！我已经做出决定了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。哦，咱们推翻皇帝后，谁来当皇上？殿下呀，你可是先皇的长子啊！虽然只是个庶出，但按照法理，应该是你当。我能拒绝吗？来自霍光的仇恨值10点。大将军，庶子不足同谋，送他归西算了。是。且慢，周仓，你是大周正统，这个皇帝你不当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。来自杨戬的仇恨值25点。走。殿下，此人是皇帝的嫡媳妇，你替我杀了他，我等就是一条船上的。殿下，干得不错。勒令三军即刻杀向京都。是。蠢货，与虎谋皮，你活腻了！谋朝篡位是大逆不道的重罪。我当然知道了。果然是大周第一废物太子，你真是没用的，让我大开眼界。老子怎会不知篡位必死？但是刚刚那种情况下，我要是不答应他们，现在已然是一具尸体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废物，保护不了皇位，保护不了江山，更保护不了心爱的人。他们骂我、辱我，都不在乎。我就是在乎你们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为你们才造反的。我们？皇帝那是九五至尊，他说的话我不能不听。但让你们进宫这件事儿，我听不了。你就不怕招来横祸？毕竟天子一怒，伏尸百万。怕？我当然怕，但我更怕失去挚爱。满嘴谎话，我们才认识1天，1年、万年，1天就够够的。来自叶弘一的仇恨值20点，恭喜素累计175点仇恨值。油嘴滑舌，小心我扒了你的舌头！一点都不惊动。别装了，老子刚才没下死手，起来吧。多谢殿下不杀之恩。我早就不是什么殿下了，刚才杨戬的话你都听见了。哎，魔涅的事可和我无关啊。你现在去京都见皇上，让他做好准备。老奴这就去报信。
系统，老子要抽奖。系统，我现在可攒够了175点仇恨值，是不是可以抽奖了？请宿主确认是否花费100点完成大抽奖。确认。我操！一条臭鱼！你他妈耍老子！东海锦鲤乃福气所生，一旦宿主释放锦鲤，即可得到一次好运加成。行，算是信你一次。什么锦鲤？是卢仓，大的胆子，居然放走了皇帝的玉石，看你是活腻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地牢，明日问斩！是。哎呀，妈了个巴子的系统，这就是你说的好运啊！事到如今，只能一搏了。我确实放走了玉石，但我这样做，那是为了天下苍生，还有霍将军你的性命。哈哈哈哈哈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你就笑吧。不出5日，你命休矣。哦，是吗？我手握10万雄兵，又是杨大将军的左膀右臂，谁能杀得了我？蠢货！杨戬直奔京都，偏偏留下了你我2人殿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信不过你。你这脑子自然想不明白了。你想，杨戬他杀破京都，就会把矛头对准我们，他就会名正言顺地登上大典。霍将军，前2天我不小心听到欧阳将军和一个幕僚密谋，要吞了我们。不可能！霍将军，殿下所言极是，杨将军正在利用你。看见了吗？他都比你聪明。霍光，杨戬能给你的，我和皇上一样能给，只多不少。大言不惭！将军，先皇待我们不薄，咱们不能反啊！先皇待我们不薄，不能反啊！咱们不能反啊！将军不能反啊！将军不能反啊！看到了吗？民心所向啊！霍光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交出兵权，我饶你不死！霍将军，霍将军，三思啊！你们三思啊！三军听令，愿为殿下赴汤蹈火。好运加成，一地扣。哼，老子现在可是大将军，我看你们2个怎么小瞧我。等我入宫杀了太后，为爹爹伸冤，然后再杀了辱我们清白的周仓，就离开这儿，再也不理尘世。来自叶红衣的仇恨60点。我站住！好汉饶命啊！我什么都没听见。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姐姐，不可，你不能杀了他。青衣说的对啊。妹妹，你知道这个畜生祸害了多少无辜的女人，你居然替他求情。哎，如果我说那不是我，你们信吗？闭嘴！姐姐，如果你杀了他，谁送我们入宫？哦，你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入宫行刺了。入宫行刺，死路一条。比起让你们2个去送死，我宁愿用我的性命换你和青衣远走高飞。来自叶红衣的仇恨-20点。红衣，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了你。来自叶红衣的仇恨80点。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，你不能杀我呀！你杀了我就真的不能入宫行刺了。对呀，姐姐。好，我可以饶了你一命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
带我入宫见太后。好，难的选择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只能了了你的心愿了。滚！好嘞。我靠，红衣这小娘们太吓人了，吓得老子差点尿裤子。报殿下，杨戬40万大军已至皇城脚下，结果和从边疆赶来的御林军相遇。战况如何呀？双方大战1天1夜，不分上下。哦，殿下，皇城危在旦夕，如果杨戬破城，大周的江山社稷就都结束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出发，从背后痛击杨戬，便可解救皇上。哎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报！大将军，二王爷周野带领10万大军加入战场，我军情况不容乐观。是哪个王八蛋走漏了风声？要是让老夫查出来，定将其粉身碎骨！大将军莫慌，欧阳将军已火速通知周仓、霍光增兵救急。如此甚好啊！吩咐下去，周仓他们到了以后，就让他们打头阵。最好就让他死在前线。殿下宽心，姐姐不在。嗨，姐姐从小行走江湖，不懂规矩，昨日多有得罪，我替她向殿下道歉。青衣，为夫大人有大量，不会和那个小娘们一般见识。那啥，我刚喝了2壶水，不渴。殿下是担心这茶里有毒吧？胡说八道！这茶里啊，不但无毒，还有余香。青衣求殿下不要让姐姐入宫，陛下杀戮成性，姐姐一旦入宫，必死无疑。你先起来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不然……姐姐答应过我，不会再伤害你性命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俩为何非要入宫啊？先帝病逝，太后专政，他伙同一干贪官贪污，污蔑我父亲清白，我一定要为他伸冤。周庭这个王八蛋，继位之后肯定干了不少蠢事。这样吧，岳父大仇，为夫帮你报。当真？为夫一言九鼎，绝不会骗你。哎，青叶，最近为夫啊，总是夜不能寐，你能不能叫我2声老公，安慰安慰我？殿下，欧阳将军率军赶来，勒令我等立刻出兵去京都驰援。妈的，谁让你不敲门就进了？军情紧急，请殿下速速决断。去你妈了个爸的！老子睡觉的地方是你不敲门就能进的吗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军帐伺候。是。周仓，你来自霍光的仇恨20点。哟，还敢直呼我大名是吧？再给我加100贯。来自霍光的仇恨10点。听着，我最讨厌别人替我做决定。再有下次，杀无赦！传令3军，原地待命，违抗者斩！是。走。殿下，你这么做会激起霍将军不满的。哎，慈不养兵，义不聚财，我这是给他们立威呢。殿下，你似乎和往日不同啊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
哎呀，我这是又累又困的，咱们快入寝吧。那我现在就帮你解衣。嗯。可是姐姐也快回来了。那啥，我突然有点事儿，下次来吧。殿下，殿下，臣知错了。若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传我令，全军准备，3日后，擒贼，杀向皇城。遵命。遵命。谢谢夫人们为我饯行。你想多了，我是怕你死后无人帮我入宫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答应你的，我一定能做到。夫人们，等我。驾！禀告殿下，欧阳修求见。让他进。狗日的！老子们在前线杀得昏天暗地，你他娘的为何整整3天不来支援？哎，老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哎，你先松手吧。今日不给老子一个说法，老子剁了你的狗头！哎呀，老哥哥，来，消消气嘛。来，不是我不肯出兵啊，是杨大将军特意嘱咐让我原地等待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这皇城不是只有3000兵马吗？杨大将军此行理应是一马平川。哼，他娘的，军中竟然有奸细，把消息提前告诉了狗皇帝，让我等遭遇伏击。等老子知道了奸细是谁，也将其剁碎了扔猪圈。哎呀，他娘的居然有奸细！那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。杀！带走。是。殿下，欧阳修5万军马悉数收编，眼下我们已有15万大军，足够解救皇上，击败杨戬。我是不是说过别替我做决定？属下知罪。皇上下旨杀我全家，我去救他，那不是送死吗？那我三弟他骁勇善战，杨戬百战不殆，让他们多玩一会儿吧，玩累了咱再去救场。殿下和当初那个废物简直判若两人，以后我要更加小心了。殿下英明。哎呀，为啥别人穿越遇到的都是弱智傻瓜，我却要和一群老狐狸斗智斗勇？哼！哎，对了，我还有265点仇恨值没用。系统，宿主请吩咐。抽奖。乖乖，沙漠之鹰。杨大将军，不好了！废太子周仓倒戈了，他不但杀了欧阳将军，还收编了我们5万军马，现正在我军后方扎营驻寨。
这个小王八蛋，老夫轻饶不了他！来自杨戬等人的仇恨130点。乖乖，这下发达了。殿下料事如神，杨戬大军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不上不下，现在只能和御林军鱼死网破。都已精疲力尽。殿下手里乃何物？末将从未见过。嘿，防身用的小玩意儿，不足为奇。这小玩意儿如何防身？殿下说笑了。你懂个屁！殿下，皇上御史到了，让他进来。周仓，别来无恙，快接旨吧。周仓，见旨就如见皇帝，你必须得下跪。殿下现在腰不好，只能坐着。我先。来自李太监的仇恨30点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周仓1个时辰内赶赴京都，解为二王爷。如有延迟，军法处置。看来二弟仍有杀我之心啊。周仓，作为天子子民，出兵保护天子，那是你的义务，更是你的荣幸。现在出兵，陛下可以念在骨肉之情的份上，不去追究你。若是我不出兵，他能奈我何呢？周仓，你可是戴罪之身，皇上让你来朝，那是给你机会赎罪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否则皇上一指令下，那可是脑袋搬家。你个人妖，口气倒不小，想让我出兵啊？一指不够。这可是当朝天子的圣旨，你敢讨价还价？天子怎么了？我若是出兵，他依旧稳坐皇位，号令天下；我若是不出兵，哼，他算个嘚儿！你什么你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老子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废物了。来自李太监的仇恨50点。好，你别后悔。你不要乱来啊！我可是皇上派来的御史。老子还没说完呢。想让我出兵可以，3个条件：第一，撤回对我的罪旨；第二，昭告天下，发布罪己诏；第三，封我为天下第1镇国大元帅，号令大周所有兵马。你想得美！皇上不可能答应啊！他答不答应是你们说了算。另外，我最讨厌别人拿手指我。把他手给我剁下来，一同送回京都。不要啊！混账！混账！陛下，他不但砍了老奴的手，还提出一干大逆不道的要求，忤逆皇上。周仓这个混账东西，竟敢违抗朕的旨意，看他是活腻了！来人，宣旨，立刻诛杀此贼！陛下，等等，都先起来吧。是。母后你，眼下江山社稷即将毁于一旦，你若是在这个时候和周仓翻脸，岂不是逼他和杨戬合污？届时大周王朝就要让于他人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
7天了，区区杨戬小儿，为何还拿不下？回皇兄，那杨戬小儿手握30多万雄军，个个能征善战，末将调集了所有兵马，才能与之打了个平手。全军上下疲惫不堪，死伤无数，而且什么？而且周仓再不过来支援，咱们剩下的1万多人，恐怕也保不住啊！我们只有1万人了。你就告诉周仓，他提的所有条件，皇上都答应，但是他必须立刻出兵。母后你……暂且先稳住，等他帮我们击退杨戬，你再宣他入宫炒饭，然后埋伏杀时，直接诛之。好主意啊，好主意！周仓呀，周仓，你这个废物，敢和朕组队，朕不但要把你千刀万剐了，朕还要当着你的面，把你的2位绝色小妞全都玩弄一遍。来自皇帝的仇恨100点。可我皇帝怎么这么恨我？系统核在，查询仇恨。宿主已经积累475点仇恨值，距离完全拉满还差525点。我操！看来超级大惊喜暂时拿不到了，先抽个奖吧。恭喜宿主获得全军士气，武力加成1倍奖励。周大人啊，不，镇国大元帅，皇上命我告知你，大元帅所提条件，他都答应。大元帅，你能出兵了吧？我就说吧，二弟不会不出兵。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。大元帅，您说。来自李太监的仇恨10点。此次营救皇上大胜之后，请皇上下旨犒赏我军所有将士，擢升3品，赏黄金、布匹各100。依你，皇上说了，都依您的。好，传令3军，斩杀反贼。杀！将军，这里有马。将军，周仓率15万大军，如有神助，一马平川。刚刚我们交战的人，全都已经降了。大势已去，大将军，我们快逃吧！想不到我堂堂杨戬败在这个废物的手里。苍天呐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周仓的人追过来了，快逃吧！跑！
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回去吧。鼠子，你为何背叛欺骗老夫？老不死的，你想让我当替罪羊？老子不傻。废物，拿命来！上，保护我！保护元帅！杀！你别过来！废物，我饶不了你！加下去！你没事吧？你到底要装到几时啊？老婆，幸亏有你，否则为夫就一命呜呼了。够了！我救你只是为了方便入宫找太后算账。刀子嘴豆腐心，明明一路护我，却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不过我喜欢。哎，这天下刚刚太平，你就要杀太后，那定会引起一场大乱。我已经答应青衣，为岳父平反，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面见皇帝，定会让他为岳父立武侯祠，名垂千古。皇帝为什么听你的？那岳父是一代名相，理应得到尊重。哎，敢不敢和我打个赌？如果我做到了怎么办？你要是做到了，那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讲这些，你行吗你？谁说我不行啊？我上面不行，我下面行。流氓！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心甘情愿的伺候我。疼死我了！西元29年，新皇威武，安贼寇，定八荒，英明远扬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多亏了皇兄指挥有方，才能够剿灭杨戬等贼子呀。那是，陛下自小熟读兵书，运筹帷幄，有陛下在，大周万古长存。众爱卿，隐身。吾皇威武！陛下，镇国元帅周仓在殿外候了多时，宣他进来吗？杀手呢？都准备就绪了。来人，宣周仓入殿。宣周仓入殿。系统，抽奖。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一套7星9冠黄金甲。黄金甲有什么用？英俊。除了英俊呢？没了。周仓人呢？来人，快把他叫进来！急什么？老子换件衣服的功夫，催什么催啊？
老弟，好久不见。什么毛法？这大胆周仓，面见圣上，你竟敢不行大礼！放肆！古今中外，没有谁见了陛下而敢不跪。弟妹，我现在可是镇国大元帅，当然不用下跪。哼，好一个镇国大元帅，岂不知你所有的都是陛下恩赐？哼，你不感激陛下也就算了，竟敢忤逆，罪该万死！当着皇上的面于权夺利，岂止是罪该万死，抄家诛九族才对。诛九族？本元帅的九族都在龙椅左右坐着呢。来自大臣万卷试炼。你够了！周仓，朕念你救驾有功，特封你为大元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目中无人。说是我目中无人，那现在龙椅上坐着的就不是你了，二弟。来自皇帝的仇恨40年。此子与之前那个废物决然相反，此事不除，必成大患。哼！周仓，你大逆不道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押入天牢！还好老子带了真家伙呢。还好老子带了真家伙。5步之外枪快，5步之内枪又准又快。周仓，你手中的这是何物？陛下，这个叫做黄金沙鹰，100步之内取敌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周仓，你竟敢用欺人之道唬吓皇上！诸位大人，把这个逆贼给我按住！按住他！死人妖，怎的？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周仓，这可是大周皇帝的金銮宝殿，皇后、太后都在，你要干嘛？周仓，我命令你住手！陛下，周仓那厮居然用那种下流的眼神看我，你赶紧派人把他这可是他自己作死啊，这赖不着我吧？周仓，你居然杀了大内总管李公公，他这是要造反呐！皇上，快叫御林军呐！御林军何在？快把周仓抓住！大哥，我们可是亲兄弟，亲兄弟。你小子想偷袭是不是啊？大哥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！饶命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不要开玩笑啊！周爷，周爷，你才做甚？你可是大周第一武将，怎能向这个小丑跪地求饶呢？朕命令你，快杀了他！俗话说得好，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好一枪撂倒。别说是第一武将，就是一群，老子也给你突突了！哟，弟妹，身材真不错。陛下，老二艳福不浅啊。你要干嘛？不干嘛，我就想让你知道，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小心我给你吃光。来自皇后的仇恨40点。刚刚的事，朕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必须要向皇后道歉。道歉？老子立下不世之功，你不但派人杀我，还让我道歉。我是说，小畜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还不给本宫滚出去！周仓，你竟然连太后都不放在眼里！太后？
3个孩子都老大不小了，太后还这么年轻。狗贼！太后可是你父皇的正妻啊！老子当然知道，她是我小妈。来自太后的仇恨20点。够了！皇帝是95之尊，皇后是后宫之主，岂容你轻视亵玩？本宫问你，你当真要不顾天下存亡，背着万世臭名，行造反谋逆之事吗？妈的，道德绑架我是吗？哎，太后，您言重了。儿臣哪是什么乱臣贼子啊！当年先皇在位之时，想让我继承皇位，我没答应，怎么能算篡位？皇帝贵为天子，又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当哥哥会害弟弟吗？哥哥拼命救了弟弟，弟弟却想杀哥哥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这个王八蛋，简直是厚颜无耻！姑且稳住这个小畜生，待时机成熟，再找人做掉他。周仓，本宫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又是陛下的大哥，陛下又怎会真的害你呢？那昔日圣旨让我老小殉葬，什么意思？那是因为朕对大哥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所以说想开玩笑，让大哥早点回来。哦，你让我老婆进宫，也是想他们了吗？我要是想弟妹，弟妹去我王府上单剩个1年半载吧。来自皇帝的仇恨50点，来自皇后的仇恨50点。朕都是开玩笑的，真的是开玩笑的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顶天立地，不像某人一点不顾廉耻。弟妹怎知我不是君子？你试过？混账！住口！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。那你派人杀我，怎么解释啊？周仓拥兵自重，又有妖气傍身，不宜和他翻脸。朕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周仓，实不相瞒，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皇上身边确实多了1、2个忤逆之人，不过你已经把他们都给杀了。本宫要替陛下谢谢你。哼，好一招以退为进，我这个小妈真不简单啊！对，朕谢谢大哥，多亏大哥杀了反贼李太监。行，大哥大人有大量，就既往不咎了。刚好，枪里也没子弹了。子弹没了，这是何意啊？就是不能用了呗。啊！你！婉欣来的正好，朕命你立刻缉拿此贼。哼，没了手枪，他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窝囊废。霍将军只有1根手指头，就足以拿下他。古有不要脸的董卓胁迫天子，今有厚颜无耻的周仓大闹龙殿。今天就算你有100条命也不够杀的。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哼，现在怎么不装了？火光，皇上的旨意你听不见吗？难道非得让本王亲自动手吗？回禀陛下，谁是反贼？你这还用问？反贼就在你面前站着，你要是替皇上击杀了反贼，皇上一定重重有赏。快动手！护光，你抓我干什么？皇上让你抓反贼，你这是作甚？陛下，末将从反贼身上搜出一把利器，请皇上过目。火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让你抓的是反贼，不是我弟弟周野。大周律例，人上朝者勿带凶器，
否则格杀勿论。携带凶器的是反贼周仓，皇将手里也是在保护着。混账，你眼瞎了吗？眼瞎的是你，二弟呀，二弟，你还真是又傻又天真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到底是谁在把握大局吗？火光，把周野拉出去，重打500大板。火光，把周野给我拉出去，重打500大板。放肆！周野贵为侯爷，又是先皇嫡次子，本宫看谁敢伤他分毫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那本宫问你，二王爷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？既然要打500大板，是想杀了他吗？第一，周野欲图刺杀本帅，罪当与叛国贼杨戬同罪。第二，携带匕首入朝，图谋不轨，恐怕要刺杀的不只是我，还有皇上。胡说八道！周爷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皇兄？诸位大臣，你们说呢？王爷和陛下从小一起长大，手足情深，绝不会做无义之事啊！不错，侯爷从边疆改至京都，一举解了京都之困，居功至伟。依老臣看，真正的祸害就是那周仓。抓住周仓，就地正法！抓住周仓，就地正法！抓住周仓，就地正法！哼，老子算是看清楚了。今天老子要是单枪匹马，早就撂着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朕斗？朕是大周的天，是无上至尊，吾等都是蝼蚁。朕要谁死，谁就得死，没有人敢违抗朕的旨意。火光，朕现在命令你立刻诛杀此贼。只有诛杀此子，朕命你为新的镇国大元帅。陛下，请不要为难臣下。火光，陛下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火光，还愣着呢？没听见皇上都发话，还不动手？火光火光，你在做甚？火光，你在做甚？陛下，臣已将反贼拿下。来自太后的仇恨100点。好，周仓，你做得很好。多谢夸奖。来人呐，立刻把反贼拉出去。另外，把王爷关入天牢，严加看守。周仓，你可还满意？可以。其他人若无事奏笔，就退朝吧。恭送太后，皇上！皇上！恭送太后，皇上！等一下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皇上、太后，既然你们一再否认此次刺杀我的是朝中贼子，作为天子的大哥，当然相信你们，但避免这种事情以后再次发生，所以什么？所以把皇宫的侍卫全换成我军将士，以免再有杀手混入。依你。皇上，你呢？没问题。诸位大臣，你们呢？来自大臣们的仇恨50点。全听大元帅！全听大元帅的！全听大元帅的！既然无事，退朝吧。对了，太后，我有件事儿想单独和你谈。来自太后的仇恨30点。陛下，马上派人请三王爷回宫。现在只有三皇子能解决那个小畜生。
母后，周仓那个废物，把皇宫里里外外的人全都换成了自己的将士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范围内。这个畜生野心勃勃，看来他当真是要挟天子令诸侯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今天一早三弟就派人回信，说他已伙同6国使臣一同入京，是要绞杀周仓。记住，在三王爷入京前，我们不可和周仓翻脸。儿臣记住了。哟，这不是皇上吗？2天不见，瘦这么多啊！御膳房的伙食不好吗？很好，有劳皇兄费心了。王八蛋，明知道朕不能吃辣，他归让御厨做川菜，害得朕一天如厕8次。来自周廷的宠恨30点。平白无故的怎么又恨起我来了？元帅，本宫和皇上要去宗祠祭拜，你若无事奏禀，就先退下吧。哟，太后也在啊，刚好，我有要事和太后谈谈。皇上，我有事儿要和太后谈谈，你回避一下。你和我母后有什么好聊的？为何朕不能在现场？大人说话轮得着小孩子插嘴？出去！哎呀！元帅，你我尊卑有别，最好保持一定距离。有什么话，你还是出去说吧。禀告太后，我怕别人听见不好，咱们还是关起门来说吧。来自周廷的仇恨50点。大元帅，请你自重。太后，你是我小妈，我能对小妈做什么呢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来自太后的仇恨50点。乖乖，2天不到，我的仇恨值就已经到了1035点，看来要有大收获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想找太后聊聊当年蒙冤去世的叶丞相。叶不群贪污300万黄金，而且拒不悔改，全家流放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宽容。怎么，你想替他翻案？太后英明。哼，本宫知道了，因为你娶了叶家罪女为妻，所以你想帮叶家走后门。明眼人都知道，一旦迷向叶不群，是冤枉的。而且当初彻查叶家，并没有实质证明叶不群贪污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恢复叶家清明，为叶不群立武侯祠。放肆！太后，我现在是通知你，不是商量。大胆周仓，你……这可是你逼我的。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老子不喜欢不听话的娘们儿。霍光，太后正在求救，你懂了吗？放朕过去。皇上息怒，大元帅正在和太后商议要事，等他们一结束，末将就放开皇上。混蛋！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你休想！你要做什么？住手！好痒，太痒了！快放开本宫！我要服不服？本宫服了，受不了了！快放开我呀！周仓欺朕母后，朕要跟他拼了！哎呀，皇上，他是听错了。太后明明在笑，不信你再听一下。好痒，太痒了！快放开本宫！不要！母后，
后竟当着朕和周仓行这般狗屎下流之事，服不服？本宫服了，你快放开本宫，本宫要不行了！畜生！太后，麻烦你尽快写下圣旨，盖上玉玺，我晚点过来取。无耻之徒！彼此。还有，通知文武百官，5日我要为我岳父风风光光的办一场葬礼。周仓，你欺人太甚！哼，这里除了皇上，谁也没有资格让文武百官一同为他送葬。就算是你杀了本宫，本宫也不能依你，除非什么？哼，除非你能替叶家还上300万黄金。300万！报！将士们因为军饷的问题已经闹起来了。大元帅，军中有人带头闹事。嚷嚷什么？全军上下已经5个月没有发军饷，将士们有些人扬言要掀了皇宫。大元帅，要不要末将带人把他们抓起来，以儆效尤？不行，错不在将士。这样，你告诉他们，就说大元帅立下军令状，3日内连本带利的还清所有将士工资，如有逾期，我任他们处置。这，快去！遵命。大元帅，15万人的军饷，将近500万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你也出去。是。系统，请问宿主是否直接开启特殊奖励？一次消耗1000点，万一给我来一坨大的。那个，我先简单来个10连。叮铃铃，宿主消耗1000点仇恨，开始转动轮盘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地上老君来显灵，保佑我中个大的。恭喜宿主获得一本盖世武林秘籍，是否立即使用？立即。葵花宝典，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喂，你想让我断子绝孙就直说，立即给我销毁。宿主放弃使用，自动抵换一套唐诗300首。嘿，继续。恭喜宿主获得捞海底火锅底料配方1壶。恭喜宿主获得企鹅音乐钻石会员20年。恭喜宿主获得儿童版法拉利跑车1辆。喂，停！这都什么呀？啊！你就算给我辆真的跑车，这古代的路它能跑起来吗？继续。恭喜宿主获得洲际导弹1枚，是否立即使用？哇！立即给我销毁！宿主放弃使用，自动抵换一套2020年华语10大歌曲专辑。算了，不抽了，大坑货！这系统太不靠谱了，还得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大爷，快来玩啊！你终于来了！来，里面请。元帅，这怡红院不是青楼吗？来的就是这。客官里面请。哎呦，大爷，快里面请。果然，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哎呦，快，里面请！这位公子看着好眼生啊，请上座。哟，今儿挺热闹啊。公子您说笑了，今儿个可是1年1度的诗词大会。您看这楼里到处都是人，连江南4大才子都来了，就为一睹慕容小姐的欢心。慕容小姐，谁啊？京都第1花魁，大周所有才子的梦中情人。据说光是见他一面就要1万金。
啊？无耻！穆小姐可是已经答应好了，只要拔得头筹，谁就可以与她共度春宵。哦，有意思。怎么？难道您不是冲着慕容小姐来的？当然，我不但要见慕容小姐，还要拿今天的第一。是谁这么大口气啊？江南四大才子，哎呦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！姑娘们，快来接客了！来，请上座。大爷，我们才晚到一会儿，花满楼就冒出了这么多阿猫阿狗。阿猫阿狗？你在说我？哼，鸿鹄不与燕雀争执，虎狼不和猫狗同台。识趣的自己滚远点。哟，是哪个裤腰带没个把门的，把你们4根露出来了？哟，王少爷，他骂咱们是棒槌。来自江南4大才子仇恨值40。臭小子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明知道我们是江南4大才子，还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王少爷可是江南第一盐商，王老板的独生子。江南王家可是大周第一富商。哦，第一富商，那得有多富？10万？100万？1000万？区区一个富商，比大周国库里的钱都多。好，就他了。有钱了不起是吗？老子最看不惯你这种胸无点墨的富二代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少爷不光家财万贯，论才识更是大周第一。王少爷可是皇上亲指的文状元，一看就知道是没什么文化的乡野村夫，连王少爷都不认识。老鸨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放肆！谁敢动我们大元帅一下，我让他人头落地！他就是当今的兵马大元帅周仓。不过是之前一个废物太子吧？据说他不光不学无术，而且目不识丁了。今日是诗词大会，大元帅，要不去一边看热闹去吧？哎，王少爷，你很狂啊！但我喜欢，老子就喜欢打脸你这种狂人。这样吧，不如咱们玩把大的，诗词歌赋，你们随便选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我节约时间，你们江南4公子一起上吧。周仓，你一个废物，居然敢跟我等对局！废话少说，如果不敢的话，我就当你们刚刚是放屁。赌就赌，谁怕谁呀？不过丑话说在前，你若是输了，得叫我3声爷爷，并且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要是你输了，任你处置。姐姐，周仓他能行吗？这个胸无点墨的纨绔也敢和江南4大才子比，我看他呀就是自寻死路。好，王少爷，白纸黑字，免得一会儿你输了说我欺负你。如果我输了，任你处置；如果你输了，王家全部家产归我。没问题的话，
签字吧。哼，我堂堂状元，还怕你个废物？周仓，你等着叫我爷爷吧。哼。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来人，出题吧。诗词大会现在正式开始，下面各位以艺术为题目，作诗一首。哎，你们厉害，你们先来啊！心虚了吧？本少爷先出口，你怕是没有机会了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好诗啊！好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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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3对2，千对万，真是绝了！王少爷不愧是大周的状元，一开口令我等佩服。看来今晚慕容姑娘出夜，肯定归属王少爷了。那是当然。哼，怎么样，废物？这下心服口服了吧？这种小儿科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别光说不练呀，你来呀！幸亏昨天闲来无事，把唐诗300首翻阅翻，刚好记住了一声。听好了，1去2、3里，烟村4家，亭台6、7座，8、9、10枝花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短短4句就能把艺术全部用上，简直是旷古烁今呐！王少，他的诗句好像更胜一筹啊！放屁！诗是好诗，恐怕根本就不是他的。哎，说的不错，周仓自小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，这么好的诗，怎么可能是他写的？不错，不错，有本事，这次你先来。我先来就我先来。听好了，《清平调》其一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妙，字字珠玑，句句精髓，简直是妙极了呀！哎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如果这首诗也是他做的，那么以他的才华，谁也无法输其左右。没想到我们有生之年居然能见识到如此绝佳的诗句。哎，别急啊，还有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此句只由天上来，周仓简直是天作奇才啊！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别光看我呀，你们上去对呀，你们！你都对不上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对手？不可能，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对出这么精彩的诗句？他一定是借用别人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如此精彩绝伦的诗句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写出？哼，这欲穷千里目，更上2层楼。
快给我看看！给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雷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无人还。当时龙城飞将在，我将胡马度阴山。这作者周仓，真的是你？当然是我。这下你们服了吗？服了。王少爷，你呢？我不服。我就知道你不服。国光，把字据拿来。白纸黑字，众目睽睽，难道王大少你想耍赖不成？我可没有说我会抵赖。不过，我们王家所有的财产都在我父亲那儿，我就算想过继给你，也无能为力呀。至于这张字据，只是空头承诺罢了。这好办啊！来人，把王少给我押起来，绑票、字据一同送回王府，告诉王老，明日送来500万两，否则我把他儿子送进皇宫当太监。你敢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已经对他打对折，他要是不服气，我让他王家断后。带走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开我！来自王英俊的仇恨110点。哎，那谁，我是不是能见慕容小姐了？是。等一下，论诗句，我们不如你，可词曲上，你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词曲？你们跟我玩抽象？废物！你别得意，陈大少可是我们大周第一词人，你只有击败他，才能让我们服气。别以为自己有权势，就可以雇人帮你写诗。想见慕容姑娘，先过了我这关。哼，好，玩抽象，我看你们谁能玩过我，请吧。陈少爷，请吧。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张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好，真好啊！好一个塞上词，身临其境啊！师兄厉害，过奖。废物，该你了。如果活动在世，重阳都被抑制。外邦来水汉自己放我名就费神马。千字句面字草二字还有链子，黄腰子裤头只穿链子，文要面子。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。
没什么别的事儿，跟着我练这个，只想要打回勾结够，想要打回勾结够，看我抓一把君要飞上一体骄傲。我本身悠哉，跳个大概，动作轻松自在，你学不来。灵魂的招牌，调整好状态，在华丽的城市等待醒来。我本身悠哉，跳个大概，用书法说招待，泪里传开，好句非展开，给一句对白，词句平躺下来，开始理睬。哦，这天籁之音，好奇妙，好好听，听得我小心肝儿短短的。这下总该你们服了吧？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！来人呐，送客！元帅，慕容小姐已经在房内恭候多时。哎呀，飘起喽！你看吧，我就说过了，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对他心心念念，他心里面就惦记着别的女人。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就把他阉了！元帅，小姐就在里头，我就不进去了。那个慕容小姐，您洗澡呢？那我等会再来啊。官人久等了，奴家现在就为你沏茶。慕容小姐穿这么少，就不怕我见色起意？官人说笑了，奴家今晚已是你的人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官人轻点，奴家未经人事呢。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天色已晚，咱们去床上聊点正事。来自叶弘一的仇恨值50。平白无故的叶弘一怎么又恨上我了？官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咱们继续。来自叶弘一的仇恨值50。不，外有人！等等，不会是叶弘一吧？等等，不会是叶弘一吧？官人，你怎么了？抱歉啊，慕容小姐，我不是那种人。那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不是人。啊呸！我说我是个好人。官人怎知奴家不是呢？官人，奴家已经等不及了呢。实不相瞒，慕容小姐，我已经有家室了。再说，我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为何？因为你太美了。但是在我心里啊，我娘子最美。那不如今晚你就将我当成你夫人。也不是不行。啊，原来官人喜欢这个调调，那奴家就不客气了。刚才在楼上听见官人吟唱一曲，奴家的心都要酥痛了。来自叶弘一的仇恨20。你放开我，我可是正人君子，绝对不会上钩的。给个面子，今晚真不行。
放心，奴家一定要让你信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这首诗是官人写给奴家的吧？原来官人已经觊觎奴家很久了，奴家也很迷恋官人呢。周仓，来自叶红衣的仇恨30。别迷恋哥，哥就是个传说。慕容小姐，我怕我家娘子看见，这女人吃起醋来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官人放心，你家娘子不可能看见的。来自叶红衣的仇恨60。那更不能了，我对我家娘子那是一心一意，义无反顾，一往情深。官人，你好痴情，就让奴家以身相许吧。不行！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风尘中人？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我不行，实不相瞒。我不是男人，我满足不了你。官人，你周仓，你若进雷池一步，你叫你淹了喂狗。官人，奴家好烫啊！含住这个能解了。好爽！奴家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的。官人，你好厉害呀！你个卑鄙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个卑鄙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周仓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在和慕容小姐吃饭啊。哦，你不会一直在门外偷听我们说话？才没有！我岂是那种人？哎，慕容小姐，哎，这个就是我心爱的夫人。夫人，快来尝尝我新发明的美食。这是何物啊？捞海底铜锅涮，此乃天下第一美食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哎，慕容小姐，辣不辣？爽不爽？好爽，好辣，好吃极了！你大老远跑到青楼，就是为了吃这个？夫人，你不会以为我和那群酒囊饭袋一样，就为了来青楼找女人吧？官人是我见过唯一坐怀不乱的男人。你听听，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那你告诉我，你跑到青楼，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。天地良心，我来找慕容小姐，那是来拉赞助来了。慕容小姐吃了我们的捞海底啊，她决定给我们当代言人。你想，有了她的代言，咱们的捞海底就会很快的风靡大众。还有，太后已经决定为岳父申冤。不过他要求让我填上之前的窟窿，我这不才想办法呢吗？那是我误会你了吧？那你不得补偿我啊？今晚如你所愿。夫人，你听我来，拿着。姐姐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如果你心里没有他，那就不必这样做。倘若你打算跟他过一辈子，那就必须让他知道，凤瑶子就是要付出代价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军营500万，太后那300万，我上哪变那么多钱啊？我去那只是铤而走险。听，还在撒谎。我就说过了，男人只要撒一次谎，那就有无数次。哦，妹妹，如果你这么在乎他的话，那你就先回避一下，让我来亲自动手。哎，别，亲，你来，不然我会被他打死的呀。让我来呀！不要！禀报元帅，王家听闻大少爷被抓，马上派人送钱来，500万两，移至城外。500万？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回夫人，都是大少爷用绝世文采从诗词大会上赚来的。哎，我不信，他一个文盲，连写字都不会写，哪来的文采啊？姐姐，
或许我们真的错怪他了呢。哎呀，元帅，这么多钱怎么处置？先把将士们的工资付了。太后那边，嗨，这区区300万还难不到我。你派人去大街小巷张贴广告，告诉京都所有的百姓，就说大周第一火锅店开业了。就这家是吧？快点，位置了，别挤啊！都有，别挤啊！别挤！元帅，咱们开的不是火快点都没锅店吗位置了？这广告上为什么张贴慕容小姐的画像？你懂什么呀？一边涮火锅，一边看慕容小姐跳科目3。今晚我要让所有人都乐不思蜀。慕容小姐为了元帅，居然肯牺牲那么多，元帅何不借此机会把她收了呀？收什么收啊？我心里只有我2位夫人。只将我恩怨拂袖照明月，几更天，若发现这刀剑难免，如雷山河过客，却总长叹伤离别，鬓如霜，一杯梦别，只看走了。各位，我们的慕容小姐跳的好不好看？好，还想不想看？好了，想看的话，众筹50万出场费啊！我出5万，5万，我出10万，10万，我出50万。感谢榜一大姐送来的50万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上菜，上菜！太好了，来了。这家店真是白来了，真好吃啊！老板，再加10盘羊肉，我要20盘。老板加汤，别客气，老板尽管加点啊！哎，诸位，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啊！吃好喝好。老子也太机智了，这不到半天功夫，就赚了100多万呢！这群大傻子也太好骗了。元帅，不好了！三王爷率领6国盟军将京都包围，但他们的目标好像是你。儿臣周云参见母后、皇兄。云儿，快起来吧。谢母后，谢皇兄。三弟舟车劳累，赐座。母后、皇兄，稍等片刻。这几位是塞外6国大使，也是臣的好兄弟。他们得知大周被贼子逆袭，特意带50万大军前来解围。见过大周皇帝太后，见过大周皇帝太后。诸位大将军，请坐。周仓啊，周仓，现在朕有了新的靠山，看你怎么和朕斗。镇国大元帅周仓到。三弟，皇兄放心，今日我一定要此贼伏诛。这不是当初那个废物太子吗？现在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呀！啊！原本先皇在世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条听话的狗，现在翻身做主人了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他再怎么装，不还是个废物？诸位大使是刚从茅坑里爬出来吗？怎么这么臭？你来自6国大使的仇恨50点，大胆！不可对大使无礼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三弟，你不是在外邦当人质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废物！你说什么？我去6国求学，学成之后报效大周。再说，本王何时回来？难道需要和你报备？你搞得真不错呀！你回来不用和我报备，但你学成归来，作为大哥，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，什么礼？哦，什么礼？先皇不在，长兄如父。妈的，老子是不是给你脸啊？废物，你敢打我！狂妄自大，目无尊长。妈了个巴子！这要是我儿子，非把你腿给你打折。来自周云的仇恨25。周仓，你放肆！
三王爷乃先皇嫡子，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他！周云是我皇帝，你羞辱他，就等于是羞辱我。我就说嘛，周仓狼子野心，不但不把本王放在眼里，还公然挑衅皇上、太后、诸位大使。你们是我大周的盟友，得为我们主持大局啊！废物！你挟天子令诸侯，大逆不道，天下周知。我们大将军特令我等率兵讨伐，识相的现在跪下向皇上求饶，嘿嘿，或许皇上开恩，我等留你全尸啊！嘿嘿嘿嘿嘿嘿，油嘴滑舌的东西，我现在就可以斩了你！诛杀逆贼，实乃替天行道。好一个替天行道！杨戬率军40万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来替天行道？现在跑来，怕是另有所图吧？还有你，周瑜，你皇兄生死危机的时候，不见你来，现在跑来邀功，未免也太不要脸了吧？你说谁不要脸？够了！我周仓只想自保，从未想过争权夺位。大元帅的位置我可以让出，大周的兵马我也可以让出来。但我想请问太后、皇上，如果我让出帅位，整个大周还有谁能担此重任？说你胖还传起来，此贼不除，大周江山必亡。诸位大使，不必和他废话，直接大军杀入城内。听听，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？你身为大周的皇子，却带领外邦兵临城下，置京都的百姓与子民不顾，简直是叛国大贼！母后、皇兄，周仓污蔑我，不要被他骗。你是朕的亲兄弟，朕当然相信。哼，就你这猪脑子，怎么当上皇帝的？我问你，6国的大军屠杀大周的士兵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周仓，只要你证明没有图谋之心，本宫当然可以让他们撤军。请太后、皇上三思。大元帅若想谋反，实在是轻而易举，为何等到现在还不动手？况且大周国库分文皆我，连军饷都发不出来。若不是大元帅想出办法，城内早就动乱了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国库空虚，大周的粮仓连老鼠都不肯进，请问是一朝一夕掏空的吗？大周的江山千疮百孔，白给老子，老子都不要！废物，休得狂言！没有你，朕的江山更稳。皇兄，不必和一个废物一般见识。既然周仓不自量力，觉得整个大周缺他不可，那我倒想和他比较一番。三弟，不可呀！皇兄放心，不会输的。废物，你敢不敢赌？赌什么？我们赌谁更有能力治国。只要你文韬武略军事历史赢了我就让6国大使撤军。如果你输了，交出兵权，滚出大周。我同意赌约，但我不同意赌注。你想如何？加注。元帅，小心有诈。无妨。废，活腻了吗？居然还想加注？说吧，想加什么？你这个小菜鸡，玩什么都赢不了我。如果你输了，我让你自断命根，当一辈子太监。来自周云的仇恨20。废物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堂堂大周三皇子，怎么能当阉人？哎呦，怕了？谁怕了？那你输呢？老子玩得起，输了任你处。好，很好，本王会让你输得很惨。恳请母后为我等主持大局。那这第一局就先比数学吧。三弟，你一定要为我争口气啊！皇兄放心，我先来。今有鸡翁1值前5，鸡母1值前3，鸡雏3值前1，
凡100钱买鸡100只。问鸡翁、母、雏各几得？这不就是百鸡问题吗？还好高中学过，用求不定式方程整数来解。这道数学难题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解出。周仓，我看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这个废物，死定！答案有3组，具体我都写出来了。来自周云的仇恨20。不可能，一个废物怎么可能算出世上无解之题？这道题就算连古书大师都算不出来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周仓就是天外之人。云儿，周仓这答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回母后，儿臣不知。这还用问？这道千古难题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解得出来？这局周仓输定了。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周云，你不是自诩文韬武略吗？方程式被我列得清清楚楚，你要看不懂，找一个懂数学的人来看看。云儿，你说实话。周仓的答案是对的，但这局没有结束。周仓，该你出题了。好，听好了，100个和尚分100个馒头，刚好是我。老和尚1人吃3个，小和尚3人吃1个。请问有多少个老和尚，多少个小和尚？就这么点馒头还分着吃？本王请他们吃了。会一题，小孩都会，堂堂王爷竟然答不出来，这题根本无解。蠢货！一共有25个老和尚，75个小和尚，连这都算不清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来自周云的仇恨30。三弟，怎么搞的？这道题这么简单，你居然解不出来，这真是看错你了。王爷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要不行，干脆让我们来吧。堂堂聪明绝顶的大周三王爷，居然被一个废物给戏弄。再来，这次我们比文套。那轮到我出题了吧？信就你信，看你这么笨的份上，为兄来个简单的，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，就算你赢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学说话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何止不难，简直把三王爷当傻子呢！奇耻大辱，废物，敢戏弄本王，赶紧出题！听好了，我要带着我的骑士、我的野狼、我的兄弟们在你身边摆造型，我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还要顶！我要把这天地间全部染成红色，我要化作一朵6000里的火烧云，从武道到了南少林，从武道到了南少林，这叫麒麟！什么火烧云？什么是火烧云，不是火麒麟啊，笨蛋！哦，是火麒麟。姐，你行不行啊？三王爷居然连小儿学画都做不到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忌！你这个废物，太让朕失望了！大周以武创国，每一个皇子都是文武双全，想必大元帅也是勇冠3军吧？本使倒想讨教讨。元帅身份尊贵，岂会与你单挑？有种冲我来！大周的皇子果然都是废物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6国50万大军，既然已经兵临城下，就没打算空手而归。三皇子已经答应我们，只要杀了你，大周的江山就分我们一半。周仓，你就认输吧，如此大周的江山就都是我们的啦！云儿，你居然答应他们这等条件！母后，我只是质子，如果我不答应他们，他们不可能放我回国。朕答应你们，只要帮朕解决周仓，
朕把大周一半的江山都送给你们。陛下，你疯了！大周是先皇创下的不世基业，怎能让给外邦？住口！武后，你还敢欺击先皇？那天你和周仓在马车里干的那些破事，朕都听见了。皇上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配做朕的母后，更不配做大周的太后。给我使者，只要你们帮我解决周仓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朕都送给你们。大元帅，你现在还有的选吗？啊，不一定吧。要是你能打败我们大兄第一勇士，说不定你还能力挽狂澜呢。我们大兄第一岂能是浪得虚名？依我看，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捏死。答应你，大周第一废物居然与大兄第一勇士比武，他这是要送死吗？如此是好，杀了周仓群龙无首，大周无功自降。废物，你想怎么死？赶紧告诉我们！元帅，不可和他武斗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大不了我和六国鱼死网破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便可杀出重围。不必，既然一战就能解决，何必让兄弟们上前线送死？来吧，我保证打得你连你妈都不认识。来自大使的仇恨30，恭喜宿主再获1000仇恨。系统，救我！哎呀，妈的，幸亏穿过来了。系统，我要抽奖。宿主请选择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消耗1000点，领取特殊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3分钟超级赛亚人形态，请问是否立即使用？我成了孙悟空，还是日版的，立即使用。元气翻滚。这就是大兄第一勇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软脚虾呢。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敢挑衅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马元帅，小心！该我了。龟派气呼！嘿，哼，嘿，大元帅何时练得如此神功？竟然藏得这么高深莫测！就你这个蠢狗，居然也能当皇上？你想杀我吗？不，大哥，这都是误会，朕没有想过。就算你想，也没这个实力，懂吗？懂，我是废物。记住，再有下次，你的皇位我让他坐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皇兄，他们走了吗？没用的东西！要不是你，朕也不会这样被那个废物周仓羞辱，被周仓踩得脚下摩擦。
周仓实在文武双全，6大使臣都不是他对手，别说我了。还好朕留了一手，朕让皇后串通大凶，将300刺客调入京城，埋伏在周仓宅内，进去后他必死无疑。陛下，大凶非同小可，小心引狼入室。哼，朕已经说过了，谁要是能把周仓解决了，朕将大周的江山分他一份。来自周廷的仇恨100点。妈的，狗皇帝居然还不服气！报大元帅，帅府突然失火，末将赶到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一帮大凶杀手，他们把大夫人、二夫人给抓走了。什么？听说了吗？现在的大周废太子毅然干翻了6国大事，其中一个现在尸体还找不到呢。现在人心惶惶的，都说周仓会妖术，无人能敌啊！可不是嘛！现在咱们大将军被逼急了，只能派人将周仓的2个夫人抓起来，逼他一人前来赴宴。不知道周仓接不接招？姐姐，你说，殿下会为了我们赴宴吗？周仓是什么人，我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他怎么可能为了我们单枪匹马跑到这儿来送死呢？可听他们说，殿下与往日不同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傻瓜！元帅，你喝醉了，不要再喝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子当初就不应该把那导弹换成什么破书，不然现在老子一枚导弹嗖的射过去，这个大凶就不复存在了。可是老子于心不忍，毕竟黎民百姓都是无辜的。没错，你已经身居高位，就应该心狠手辣。2个女人而已，你已经是大元帅，还在乎这些吗？你说的对，老子可是镇国大元帅，而且手握系统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他妈缺那2个女人了？苏主自然不缺女人，那你缺的是什么呢？你叫我宿主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的系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是系统？大元帅，你仔细想想，其实霍光早就死了。从你得到锦鲤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你的身边保护你了。原来如此，你真是系统！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快把我那2个夫人接回来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宿主，我的灵力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路要靠你自己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后会有期。霍光，霍光，不会吧？来人！大元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去，把霍光给我叫过来。啊，大元帅，你难道忘了吗？霍将军早就被杨戬杀了呀！你说什么？大元帅，我们已经杀了他们6位大使，惹怒了大凶等国，他们的军队已经围城3天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看来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我那皇帝老弟写降书，俯首称臣。啊！禀告大将军，大周紧逼城门，上下将士全都不肯迎战。这帮缩头乌龟！周仓呢？周仓作为大元帅，非但不理军事，而且天天躲在家里喝酒烂醉。不如我们就直接杀进去，取他狗头。不行，这小子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会使什么障眼之法。那怎么办？去把周仓的2位压寨夫人扒光，让全军把玩。遵命。别碰我妹妹，姐姐。大周的2位绝世真是美啊！待会儿就让你们尝尝我们大熊男人的真正威力。我就知道周仓这个废物是不会来救我们的。周仓，我恨你！住手！住手！汉贼周仓，胆敢闯我大凶军帐，快把他拿下！慢，大周元帅是来献不世之宝求和的，不得无礼。献宝？大周穷得叮当响，献什么礼啊？退下！是。殿下，你们2个扫把星，知道我为你们放弃了多少吗？要一人不给我生100个孩子，都对不起我。
废物就是废物，你来这非但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徒增笑柄。哎，你好一个大冤种！好可惜啊，你的小美人儿好像并不买你的账。哼，女人嘛，就是口是心非。你这个女人，快闭嘴吧！废物，你还敢瞪我？实话告诉你，本将军看上你的2个小美人了。若你还想留一条狗命，就好好劝劝你的2位女人，顺从一点。本将军可不喜欢性子执拗、哭哭啼啼的女人。大将军出尔反尔，可不是大丈夫所为。本将军不知道大周什么狗屁的规矩，在这儿，本将军就是规矩。哎，周仓你个废物，你连你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若是今日我2人在此受辱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我靠，你个死女人！欺负你妹妹的是她，又不是我。你不放过我，那不是柿子挑软的捏吗？你就是个软柿子！若不是你，我姐妹2人怎会在此？哎，行，你说的都对，你们放心，今日我豁出性命不要，也会保你们姐妹2人无虞的。哎，马将军，我今日特来献上2件不世之宝，哎，给我个面子，放了他们。呸！面子？你有何面子？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大周的元帅都不做。你的女人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废物而已。大将军，您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废物，跟您比啊，我连屁都不是。这俩女的哭哭啼啼的，有什么好玩？不如我带你去人间天堂，咱乐呵乐呵。你个淫棍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！你他娘给老子闭嘴！虽然你是个废物，但有一点说的不错，这哭哭啼啼的女人着实无趣。既然你连大元帅都不做了，来我这儿做一条丧家之犬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做狗的本事吧。既然你是一条狗，那就叫2声，让本将军听听。既然你是一条狗，那就叫2声，让本将军听听。天下不要！我若叫了，你就放了他们。废物！汪！真是一条好狗啊！好好的大元帅不做，居然愿意在本将军麾下做一条吃屎的狗。快走！走！没想到你这个废物，还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痴情种子。爱美人不爱江山谈不上，再说这江山也不是我的，但是只要我想要，别说是大周的江山，就是你们大兄的江山，我也唾手可得。大胆，竟敢对大兄不敬！周仓，你别忘了，你的2个女人可还都在我的手上。若是你没有点诚意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的2个女人就会被扒光，犒赏全军将士。就是不知道你的2个女人能撑过多少个。大将军且慢，谁说我没诚意了？你看，诚意这不在这儿吗？哦，这里面是何宝物？大胆，竟敢戏耍本将军！哎，将军息怒。周仓，你今日最好说服于我，不然本将军定要你人头落地。将军，今日啊，我特来献上2件不世之宝。这咸菜汤子，就是你说的不世之宝？此物名为青霉素。你想，日后大兄平定6国之时，那必然有将士受伤，伤口腐烂，这个就是用来治疗的。就这咸菜汤子，能治疗溃烂的伤口？用这个涂当然是必死无疑。但是用它上面提取的青霉素，就能让伤口腐烂的士兵迅速恢复。你说这是不是不世之宝？若此物真如你所说，倒也算上是一件不世之宝。这只是其中一件，那另一件宝物还不快呈上来，献于本将军？
要说另一件啊，那我不得不说上一句：此物若是运用得当，可移山填海，乃是天神之作。世上若真有此物，本将军怎会不知？若不是你被贬到这穷乡僻壤，没有见识，错把愚拙当珍珠了。一个成语都说不利索的野蛮人，竟敢瞧不起老子，等会老子定让你好看！是榆木是珍珠，大将军一看便知。还请大将军一步。大将军，此物就是我所说可移山填海之物的缩小版，还不快与本将军试上一试？大将军，那你不得亲自近距离感受一下此物的威力啊？小样还挺谨慎，你以为你不过来就安全了？哈哈哈哈哈！长毛沾屎，说谁谁死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匕首已经被金枝煮过，你们就算把他救回去，他也是死路一条。不必管我，我的伤口已被金枝戳破，已是必死无疑。众将士听令，给我把这个周仓拿下，将他抽筋剥骨，碎尸万段！是，看谁敢动！老小子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还记得我刚才给你的第一件宝贝青霉素？自古以来，金枝之所以被人称为最阴毒的利器，那就是因为它会导致伤口感染，会使伤口腐烂。这青霉素能让伤口愈合，这金枝自然就不会令人谈之色变了，除了就是有点臭。既是如此，还不快快给本将军用上！若是本将军有任何闪失，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我劝将军最好不要这么嘴硬，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咱们可以谈一笔交易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这炸药的威力你已经体会到了，你要是不同意啊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你亡。休要逞口舌之快！你要知道，我手上可是有几十万大军，一人有唾沫就能将你淹死。你有什么资格与我谈条件？那我要是说我已经把炸药埋在你这大军脚下了呢？这不可能！周仓，休想炸我！没错啊，老子刚才是炸了你，你是不是不相信？你这大军密不透风，我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把这炸药埋下去的？你忘了前几日你驻扎在此地，后来却因为老鼠为患，不得不派出一队人马，把整个军队的老鼠斗翻了个底朝天。是你，但是不可能，那队人马不过几十人，且队长是我的亲信，很是忠诚，他怎么可能会背叛于我？只可惜瓦史那要让你大将军失望了。瓦史那，真的是你做的？你竟敢背叛于我！瓦史那，14岁你就跟随我南征北战，我一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为了个人利益，就狼心狗肺的背叛于我！杀了你！大将军息怒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对称，只不过是筹码给的够不够多罢了。瓦史那从14岁开始跟着你，曾数次为你挡刀，在战场上数次救你性命，可大将军你却将我的妹妹蹂躏致死。她才16岁呀！那件事，我不是已经赔了你5只羊吗？一个女人罢了，再这么大凶，老人和女人最不值钱了，最多1头羊而已。你，他这条贱命我留着还有用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妹妹白死，我会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大将军啊，我这儿呢有一个宝贝，这东西啊能让哑巴会叫，瘸子会跑，就是傻子也能变得聪明起来。你想试试吗？周仓，只要你能替我妹妹报仇，瓦史那以后就是你的人。那倒不必，老子喜欢娘们儿，只要你把这个埋于大军底下，我保证你以后大将军的位置就是你的。
别嚎了，放心，只要你肯归顺于我，我不但可以治好你的伤，我还能让你登上国王之位。周仓，休想哄骗于我！大周在你们昏君的治理下已是千疮百孔，你又有什么能力将我推上国主之位？我就知道你小子野心不小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有炸药和青霉素2样战场大杀器，横扫你们6国联盟，不是轻而易举。老子之所以找上你，还不是因为看中你空有一身蛮力，却没有脑子。你要是敢不答应，就怪老子无情。我同意。大元帅的实力实在是让我折服，不知我该如何配合大元帅？简单啊。多亏皇后联系大兄，才能让周仓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英明神武，可惜被周仓这无耻小人一再欺辱。不过这回周仓只身一人进入大兄军营，必然是有去无回。皇上日后竟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是太后那档子破事有些难办啊！朕只要想起他与周仓那档子破事，朕就无颜面对先皇。若是处决，只怕是谣言四起。这有何难？先帝虽有千人陪葬，纵不及自己妻子照顾的周全，不如就让母后先为先帝省驴，待到一段时日之后暴毙即可。为哀家考虑得如此周全，真是为难皇帝皇后。还真是哀家的好儿子，枉我当初一步步将你扶持到帝王宝座之上，却不想你竟是如此心狠手辣之人。哼，这能怪朕吗？要不是你先与周仓那厮苟且，完全不顾廉耻，朕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皇室的名声。皇家名声？是大周王室的名声早就被你帝后二人给丢尽了。和他们说这么多做什么？哼，女人就是啰嗦。贵人，皇上，你竟然没死，果然是祸害1000年。我当然没死，不过你们可就不好说了。周仓，不，大哥，大元帅，此事不怪朕的，都是这个贱人，都是这个贱人从中挑拨离间，让朕误会了你啊！大兄也是他联系的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母后，你现在是周仓的女人，快为朕说句话呀！皇上，你贱人闭嘴！放心，堂堂一国之主，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快就领盒饭呢？不过你这个样子，怎么配当一国之主？这样吧，退位让贤，对你我二人都好。周仓，你竟要篡位！哎，你可别诽谤啊！有道是皇帝轮流坐，今日到我家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当上皇帝也是唾手可得。只可惜啊，当皇帝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，除了那个3宫6院，我还真是看不上。周仓的意思是，既然你并无治世之才，倒不如做个太上皇，落得逍遥自在。至于新帝，就从你的儿子中选一位好了。朕什么时候有孩子了？周婷啊，周婷，你虽然做事荒唐，但运气还是不错，有一个被你宠幸的宫女为你生下2个皇子，现在应该3岁了吧？我是卑贱女子而已，怎么可能为朕产下皇子？你这个样子，没断子绝孙就不错了，还在这挑三拣四。不如这样，朕再挑选10几个妃子，待每人给朕产下皇子，再让大哥和母后为我挑选，如何？你他妈那点小心思，以为我看不穿是不是？今天你要是不写下禅位诏书，小心我一不高兴弄死你。好，我写。草这么痛快不就结了吗？非要挨打才学乖。皇上的事解决好了，是不是该轮到你了，皇后？我一个小小女子，不过是受了陛下的旨意罢了。您堂堂大周的大元帅，竟也要和那些没有担当的男人一样，将错误都甩给女人吗？要不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还真相信你的鬼话了，皇后。什么真实身份？
周仓，只是小瞧你了，竟指我是南蛮圣女。皇帝啊皇帝，若不是周仓揭发，我本想饶你一命的，可惜了。放开我！饶他一命，就是让他只活半年是吗？什么？半年？你的好皇后每天给你下慢性毒药，你现在还有半年可活。你后宫佳丽3000却未曾有出处，那是因为每个宠幸的妃子都被皇后下了绝子药。那为何没给你下绝子药？是因为南蛮还没有把握拿下大周，所以没有什么比一个拥有南蛮血脉的大周皇帝更有效。只可惜啊，你这个好皇后到现在都生不出个子儿，你才能活到现在。你个毒妇！婷儿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赶紧把这个东西给我拉出去！是。婷儿，走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放心，我和你母后什么都没发生。这么多年的逍遥侯爷做惯了，我对皇位也没兴趣。当我荡平了6国，还一个海晏和亲给你的皇儿。婷儿，婷儿，婷儿！先皇突然驾崩，新帝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，这如何使的呀？先帝驾崩之事确实蹊跷。这之前太后又与周仓那厮的传言，恐怕这孩子都议论完了，现在该本帅说了吧。先帝驾崩，本帅与太后伤心之余，也只能找来先帝的血脉继承帝位，方能稳住大周的社稷。胡闹！先帝驾崩本就蹊跷，新帝之位怎可由你来选？再者说，非要选新帝的话，那应当是先帝嫡亲兄弟选一位继承大统，方能定我大周社稷。先皇的嫡亲兄弟，如今周也已是废笔，你直接说让周云当皇帝得了呗。嫡亲兄弟再亲，有先帝的亲生血脉亲吗？亲生血脉继承皇位方为正道。放着能掌权的皇子不选，偏偏要选孩童与质子为帝。周仓，你其心可诛啊！我其心可诛？老痞子，你昨晚被窝里躺着的女人是谁送的？不就是周云那个狼子野心的狗东西送的吗？那元帅，你这么说，可是冤枉。娇妻美妾乃是男人都有的梦想。我身为大周的皇子，圆自家大臣的一个梦啊！若是大元帅需要，我府上的女人，你随便挑。就是你想要这皇位，大周乃是太子皇上所创，先皇受不长兄，我乃大周嫡皇子，我做这皇位有何不可？你也知道先皇是你兄长，先皇驾崩，你趁我打劫，抢其幼子的地位。先皇若是知道，怕是棺材板都盖不住。在内，我是嫡皇子；在外，我有6国兵力背后支持。我要做这皇位，你又奈我何？所以6国助你登上帝位，就是让你交出大周的一半国土。什么？一半的国土？不可！将一半的国土拱手相让，这和叛国有什么两样？闭嘴！周仓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王位你给？不给。先不说我给不给，就算我给这皇位，你敢做吗？你做得稳吗？我有何不敢？我有6国兵力在手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6国大军马上踏平这大殿。周仓，又奈我何？6国得到大周一半国土，你觉得他们会收手吗？如今大军压境，他们会让你这个废物当皇帝？你联合6国，窃取我大周的情报，罪其一；鼓动先皇掠走我妻，威胁于我，罪其二；引狼入室，将大周国土相让，罪其三。这个就是6国签订的瓜分大周的协议。这些罪行够不够我把你剥皮抽筋，碎尸万段？不可能的，他们答应过我，只要将一半臣妾相让，
只会助我打败你，登上皇位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就是你！当年先皇驾崩，你篡改圣旨，指定中庭登基，从来没想过4岁就去六国为质子的我，为了活下来，我睡过羊圈，吃过马粪，被六国皇子当狗一样在地上爬的时候，我的好母后、好哥哥又去哪里了？受那么多年的苦，就算葬送大周江山又如何？民不聊生又如何？你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云儿，还请大元帅主持大局，救我大周。请大元帅主持大局，救我大周。请大元帅主持大局，救我大周。一群老匹夫，跟老子玩道德绑架呀？那就让你们见见什么叫做扭转乾坤。匈奴将军到！哟，伤好了？多亏了大元帅，在下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随时听候您的差遣。那就好，也不枉费我救治你一场。六军压境是要将我大周纳入自家版图，可他们却忘了，清朝出纵是会被偷家的。报！大匈王上突发疾病驾崩，王室成员皆突然暴毙，幸存三皇子登基，一时混乱不堪。大匈皇上真的驾崩？报！六国军营突发爆炸，西本丸大军所剩不足3成。大将军，不是我周仓心狠，这么多年大周风雨飘摇，各国需要站在一个起点上，才好同舟共济。是，大元帅，您说的对。若二人愿意助我，此番不仅解了大周的危机，二人还能得到如愿以求的皇位。可我只是女奴之子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皇帝轮流做。今天到你家，大将军，虽然称王不合适，但我知道三王子是你的种。六国国书，今大周新帝登基，特此来贺，献上珍宝牛羊若干。此外，欲与大周交好，岁岁纳贡，永不侵犯。哎，怎么样？快了，夫人快要生了。父亲好痛。青衣别怕啊，为夫就在外面，定能母子平安的。我妹妹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让你偿命。王爷，红叶夫人也要生了。红叶也要生了。红叶，挺住，为夫给你加油。快！生了，两位夫人都生了。男孩还是女孩？先生，你醒醒！先生，你醒醒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你也传回来了？